有一个发达国家和中国一样，人们喜欢投资房产；和中国一样，年轻人靠自己已经很难买得起房子；和中国一样，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房地产危机。这个国家就是澳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澳洲房地产危机背后的原因。不过，我们今天说的房地产危机，并不是像90年代的日本、次贷危机时期的美国或今天的中国这类房地产价格的暴跌，而是澳洲的房价实在太高了，已经高到一个普通人很难负担的程度。根据澳洲房量最大的房产网站 Real Estate， 如今澳洲房价的中位数已经高达85万澳币，而澳洲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有大概5.7万。也就是说，就算你不吃不喝，也要存15年的钱才能买得起一栋很普通的房子。如果除掉日常开销，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可能只会离你越来越远。先来解释一下，通常衡量一个国家的房子到底贵不贵，最好的指标是房价收入比。毕竟每个国家人民的收入水平不同，比如一套200万人民币的房子放在中国，可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的贵，但放在澳洲和美国就相对便宜了。而用房价除以收入得出的房价收入比，可以去掉收入这个因素对房价的影响，用它来对比也更加的合理。但这个数据非常难搞，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统计数据，而是计算得出的结果。不同的人经常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比如有的人会用房价的中位数，有的人会用房价的平均值，甚至维基百科所引用的数据是用每平米的价格来计算的。我们经常看到关于房价收入比五花八门的计算结果，在使用这个数据的时候，一定要用同一份资料，不能这里找一下澳洲的数据，那里又找一下美国的数据，那样可能就走远了。下面我用的所有关于房价收入比的数据都是来自查普曼大学的一份关于全球房价可负担性的研究报告，它用的分别是房价和收入的中位数。虽然我认为用可支配收入会更加的合理，但这不影响我将澳洲的房价和其他国家做对比，也不影响我们观察澳洲房价的变化趋势。好了，言归正传，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澳洲和其他国家一样，年轻人买房几乎不存在什么压力。平均来看，1987到1992年，不到3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房子。然而到2019年，澳洲的房价收入比就上升到了 6.9， 远远高于其他的发达国家。疫情之后更是暴涨到了 9.7， 几乎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2倍。与之对应的是，澳洲的租房市场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随着住房空置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的水平，大量租房子的年轻人不仅租金被大幅上涨，还面临着一房难求的困境。如今已经有大量无法负担高额租房成本的人流落街头，澳洲无家可归的人已经超过了12万。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的澳洲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人难以生存的国家？房子虽然有很多属性，但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商品，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两面来决定的。我们先来看需求，其实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有一点跟中国很像，澳洲人也喜欢投资房产，当然这肯定离不开政府的推动。1995年9月21日，澳洲政府直接将房产投资的资本利得税，也就是炒房收益的税收减免了 50%。 比如老沙50万买了一套房子，在几年之后以100万卖掉，原先是要根据50万的收益来交税，但这项政策出台之后，只需要根据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来交税。从此之后，澳洲的房价迅速上涨，直接和其他国家拉开了差距。从另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澳洲人到底有多喜欢投资房产。澳洲家庭的平均资产为158万澳币，其中房产占了100万，占比约为 64%。对比之下，美国人财富中的房产占比仅为 24%， 日本人为 36.1%， 就算同样被高房价折磨的韩国也才只有 44%。 当然，就算是澳洲也没有中国高。截至2018年，房地产在中国居民财富中的比例为 70%。 在大 A 30年横盘， P2P 和理财产品大面积暴雷，就连存银行都不安全的背景下，
买房子就变成了中国人唯一的投资方式。也正因如此，澳洲的这个数据居然和中国相接近，也显示出了澳洲人对投资房产到底有多么疯狂。另一个严重影响澳洲房地产需求的是人口增长，这倒并不是因为澳洲人喜欢生孩子，澳洲的生育率也仅仅略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均值而已。澳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海外移民，其贡献了澳洲80%的人口增长。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世界人口政策报告，澳洲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 27.7%， 明显高于其他的移民大国，比如美国只有 14.3%， 加拿大只有 21.9%。房子之所以有投资价值，就是因为人只要活着就需要一个房子来住，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量的移民让澳洲的房屋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租房市场。毕竟对于刚来澳洲就能买得起房子并且打算买房子的人属于少数。从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最近10年澳洲平均租金的上涨幅度和移民涌入的数量呈现高度的相关。在疫情前，澳洲政府大幅增加了永居申请的批准，导致很多城市的租房市场出现严重的危机。悉尼的热门地区甚至出现了50个人抢1套房的奇葩现象。同样，购房市场也无法独善其身。对于已经稳定在澳洲的移民来说，能够买一个自己的房子，也就意味着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当房子变成刚需的时候，价格的作用就减少了。无论房子有多贵，只要买得起就想买。根据澳洲央行发布的澳大利亚住房市场模型，移民涌入会严重影响租房和购房市场。2000年到2020年，移民增长较快的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悉尼和墨尔本的移民暴涨，租金上涨超过10%。然而真正可怕的是，大量移民对房子的刚需，如果和有限的供给同时出现，会被严重的放大。不过这一点会在接下来讨论房屋供给的时候详细的解释。其实影响澳洲房价的因素还有很多，但其他因素要么影响比较小，要么同时在其他国家以类似或更大的程度出现。比如澳洲的利率在最近40年呈现长期不断走低的趋势，这点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无法解释澳洲房价难以负担的独特性。再比如，我看到很多分析会提到，外国人投资澳洲房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根据一份澳洲央行的报告，外国投资的占比大约占总成交量的 2.5% 到 5% 之间，占比还是非常小的。并且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政府更多的是在鼓励外国人投资盖房，对外国人直接买房反而有很多的限制。比如在海外并且没有澳洲身份的人，只能购买澳洲的新房，并不能购买二手房等等。我认为影响澳洲房地产需求最重要的2个因素就是澳洲人对投资房产的狂热和大量移民涌入导致澳洲人口的快速增长。但这2个因素如果放在中国，可能并不是问题。当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中国的房企可以迅速的在全国各地增加数不清的房屋供应，但在澳洲情况就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导致今天澳洲房价严重过高最重要的因素：供给不足。最近30年，澳洲新增人口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澳洲的新建房屋却丝毫看不见任何增加的趋势，两者表现出巨大的矛盾，并且在未来几年，我们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研究显示，要解决当前澳洲住房短缺的问题，大概要增加10到15%的住房存量。然而，澳洲政府的目标却是每年增加住房存量 2.2%， 仅仅略高于 1.5% 的人口增速。先不说澳洲政府的这个目标大概率要烂尾，就算可以顺利的实现，也要20年才能解决住房短缺。这表面看起来，澳洲的房地产开发商似乎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外面的房价涨得有多高，房屋供给有多么短缺，他们丝毫不会有任何改变，始终按照原有的节奏去盖房子。根据估算，澳洲房屋供给弹性仅为 0.4， 也就是说，房价每增加 1%， 澳洲房子的供应仅仅增加 0.4%。这当然不是因为澳洲的房企太过佛系不想赚钱，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
2024年，澳洲房产交易量和房地产总市值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个背景下，澳洲的房企应该赚得盆满钵满才对，但在同一年，却有多家大型房企出现严重亏损。他们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上升。近几年，澳洲房企面临多种成本的大幅上升。第一，由于供应链问题，建筑材料成本大幅上升。虽然近2年有所放缓，但仍旧大幅高于疫情前的水平。第二，熟练建筑工人严重短缺，导致建筑工人的成本大幅上升。第三，澳联储大幅加息，导致澳洲房企的资金成本也大幅上升。综合下来，自疫情爆发以来，澳洲房企的建筑成本累计增长了37%。虽然房价在增长，但如果成本也在以类似的幅度大幅增长，澳洲房企的日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大幅扩张增加供应也就变得不太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想要增加120万套房屋供应的计划很难实现的原因。如果说在未来随着供应链的恢复和澳联储的降息，建筑材料和资金成本会逐渐降低，但建筑工人的短缺却是澳洲建筑业短期内无法跨越的一道障碍。因为培养一个熟练的建筑工人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况且在澳洲愿意进入建筑行业的人并不算多。虽然建筑工人一直都是澳洲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2023年开始接受建筑业培训的学徒人数约为4.2万人，比前年的5.4万人减少了22%。除了成本上升和建筑工人短缺，澳洲房屋建造还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土地供应的限制。澳洲虽然地广人稀，但绝大多数的区域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再加上澳洲政府对房屋的建设有很多的限制，比如最小建设面积、高度限制和复杂的审批流程，这就导致在澳洲真正能用来盖房子的土地非常稀缺。比如一块在墨尔本旁边大小为363公顷的土地，仅仅从农村用地规划到住宅用地，价值就从120万上涨到了400万。在澳联储的一份研究中，调查了2016年在悉尼均价为116万澳币的房子，其中房屋的价值仅为40万澳币，而土地的价值却高达76万，大约占了房屋总价值的2/3。土地这么贵，倒并不是因为土地本身很稀缺，主要还是政府限制惹的祸。研究中发现，住在悉尼的人愿意为额外的土地支付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这说明了澳洲的土地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在这块地上盖房子的资格很珍贵，而并非是住在这个区域非常的吸引人。澳联储将这种现象称为政策稀缺，意思是说，澳洲政府对土地的使用限制导致了土地供应的稀缺。在悉尼平均价值116万澳币的房子中，建设资格就价值50万澳币。换句话说，如果澳洲政府取消了对土地供应的限制，悉尼的房价跌幅将会超过40%。这种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房价也都因为政府限制而大幅超过其本身的价值。所以说，澳洲政府想要降低房价其实很简单，只要放开对土地供应的限制就可以了。虽然这会带来负面的外部性，比如环境破坏、交通拥堵等问题，但事情可以慢慢做，却不能不做。上述的研究报告是澳洲央行在2018年发表的，可见在很久之前，澳洲政府就很清楚土地限制对房价有多大的影响。但如今7年过去了，我却没有看到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长远计划。土地供应的限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降低供给弹性。供给弹性是指当价格上升1%时，市场的供给增加多少。在微观经济学里，当需求增加，供给弹性越高，价格的涨幅就越低。这点对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一个供给弹性很高的市场中，当需求增加时，市场的变化会主要体现在交易量增加，而非价格上涨。相反，在一个供给弹性很低的市场中，当需求增加时，市场的变化会主要体现在价格上涨，而非交易量增加。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当澳洲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因大量移民涌入而增加时，市场因为各种限制无法快速的获得审批，增加土地供应，因此就没有办法快速增加房屋供给。因为供给不足，交易量就无法快速的增加。
而供不应求也会导致房价的快速上涨。因此，澳洲建设用地的政策稀缺不仅本身会导致房价过高，还是需求增长的一个放大器。任何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上涨的因素，在澳洲都会被放大很多。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投资房产的狂热和大量的移民涌入，导致澳洲房地产的需求不断快速增长，而建筑工人短缺和土地限制，导致澳洲房地产的供给无法实现和需求相匹配的增长。结果就是澳洲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供不应求，而这些因素几乎都是由澳洲政府导致的。如果有一天澳洲政府增加房产的资本利得税，减少移民的同时增加建筑工人的移民比例，并大幅放开对土地的供应限制，那澳洲的房价必然会出现腰斩。但这一天恐怕永远都不会出现，因为这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还有政治问题。那澳洲的房价是不是会永远上涨下去？一个普通人在澳洲买房是不是会永远都遥不可及呢？从历史看，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无论90年代的日本，还是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或者是今天的中国，都没能逃脱房价持续上涨后的破裂。和澳洲一样，在最近20年经历了房价持续上涨的加拿大，如今也在面临真实房价的快速下跌。或许今天的澳洲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多少泡沫，因为澳洲确实面临房屋严重短缺的问题，但澳洲的房地产市场也极为的脆弱。澳洲的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10%， 在全球仅次于瑞士，排名第2，并且澳洲约 70% 的房贷为浮动利率，这就意味着如今绝大多数买房的人要承受高利率的负担。2024年6月，澳洲主要银行的房屋贷款拖欠率从1年前的 1.65% 上升到了 2.25%。虽然澳洲整体的通胀水平已经回到了澳洲央行2到3%的目标区间，看似降息就在眼前，但2024年4季度的服务业通胀仍然高达 4.3%， 并且在最近1年都没有明显降低的趋势。租房通胀更是高达 6.2%， 我估计这就算不是全球最高也差不多。今年随着澳洲大幅下跌的电价恢复正常，澳洲整体的通胀水平可能会再次反弹，澳洲央行就不得不减慢降息的速度，维持在高利率更长的时间，这就会导致未来房贷拖欠甚至违约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在澳洲，当房贷违约出现的时候，抵押的房子会被强制出售，这就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增加，房价降低。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澳洲的就业市场仍然很强劲，房贷拖欠率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房贷违约的现象，除非澳洲政府发神经也跟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否则不太可能出现通胀大幅反弹，澳洲央行被迫再次加息的情况。所以未来对于澳洲房地产市场而言，利率的风险虽然有，但不太高。另一个风险来自中国，矿业对澳洲极其重要。2023年，矿业占 GDP 的总值为 13.2%， 而矿业又依赖出口，出口又依赖中国。2023年，出口中国的商品占澳洲总出口的 41%， 其中出口中国铁矿石占澳洲铁矿石总出口的 62%。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主要用于基建和房地产。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基建和房地产可能会持续低迷，对澳洲铁矿石和煤矿的需求自然也会减少，从而冲击澳洲的经济。疫情以来，澳洲的经济增长持续降低，虽然并没有进入衰退，但澳洲近2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源自于人口的增长，而并非生产效率。从2022年开始，澳洲的劳动生产率就持续降低，这是因为澳洲对制造业的投资长期低迷。同时，近2年澳洲的公共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快速增长，而公共部门的效率通常较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降低，暗示着澳洲未来的经济增长并不乐观。如果未来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持续下降，或澳洲政府大幅降低移民人数，那澳洲的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时间的低增长。在历史上，好像没有一个低增长的国家可以维持一个高房价。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